他们被称为是东方的吉普赛人，祖先来自尼泊尔，还曾入侵过中国西藏，失败后在外流浪200多年，成了没人要的流浪汉。他们就是达曼人。直到2003年才终于如愿获得了中国国籍。为啥没人接纳达曼人？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的生活又过得怎么样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达曼人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沟达曼村，为我国边境，距离尼泊尔不足30公里远。村子人口呢也不算多，约200人。如果不是2001年有位官员走访吉隆沟的时候不小心误入达曼村，都不会发现在这么偏远条件艰苦的小地方居然还住着这么一群人。不管是服饰、语言还是习俗等，和藏民几乎没啥区别，但只要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蓝色的大眼睛和当地人显得格格不入。在过去的200年里，达曼人没有国籍，没有土地，不被任何一个国家接纳，就只能在边境地区四处流浪。有条件的就会用茅草搭个破窝棚，一家10几口挤在里面，通风又漏雨。要是没条件呢，就只能靠着给人打零工换个猪牛棚的机会，哪怕生病了也要咬牙坚持，不然很容易被赶出去。达曼人平时就靠着打零工或者用祖传的打铁手艺在当地混口饭吃，因为收入不高又是黑户，别说什么义务教育了，连读书写字都是件极其奢望的事儿，更别说各种保障之类的，大病小病全得靠自己硬熬过去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是入侵者的后代，他们还得忍受当地人的歧视。那为啥达曼人不被接纳？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达曼人究竟来自哪里？他们为何会在外流浪200多年？在藏语里呢，达曼表示的意思是骑兵，而达曼人的祖先就是库尔喀骑兵，也就是如今的尼泊尔人。在18世纪，库尔喀统一了尼泊尔，建立了王朝，国土面积是如今的尼泊尔3倍还要多。可能是连续的征战让库尔喀显得有点自信过头了，突然决定跟清朝对碰，想吞并西藏地区，一路上更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因为打得出其不意，一开始清朝还没反应过来，等知道消息后，乾隆哪里能忍得住啊？真以为现在就是100年之后，任谁都能欺负下是吧？怒不可遏的乾隆当即下令，让富安康领兵杀了过去，而富安康也不负众望，不仅打得库尔喀军队屁滚尿流，还一路攻打到了他们的老巢，吓得库尔喀立马就俯首称臣。而在战争中，就有这么一支库尔喀骑兵，逃跑的时候迷了路，最后无奈的过起了原始生活。而这群人也是惨呐，你说回尼泊尔吧，他们又是逃兵，回去就是死；但想投降清朝吧，人家又觉得这伙人不安好心，理都不带理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只能无国籍的在边境流浪了上百年。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达曼人依旧像是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反观藏族同胞们，过上了人人有新房、有书读的好日子，这让他们羡慕的不行啊。于是加入中国，获得中国国籍是他们一生的愿望。为此，他们期盼了200多年，直到2003年，达曼人才被编入藏族，成了中国孩子。心心念念想加入中国的达曼人，现在已经加入超20年。如今他们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？如果来到达曼村，你就会发现家家户户的门口呢都有闪耀的5星红旗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是中国接纳了他们，让所有的达曼人不再流浪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在很多达曼老人眼里，现在的生活是他们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。当国家得知达曼人贫苦的生活，可以说相当的重视，不仅批准了达曼加入中国，还为他们建起了新房，通了水电，每家每户都分配了牛羊和田地，让他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，不再挨饿受冻，还获得了很多惠民政策的补贴，极大的改善了生活。不仅如此，孩子们也能在学校接受教育，学习知识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，接受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在2017年，达曼人迎来了村里首个大学生。随着旅游业的兴盛，在政府的支持下，达曼人也拿出了拿手的打铁技术，既能赚钱，又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如今达曼人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，但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强烈的感激之情。有些年轻人更是选择参军入伍，参加进保卫祖国边防的任务中去。因为相貌问题，他们常常会被认为是外国人，但达曼人总是认真表示他们是中国人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中国就是他们心中唯一的祖国，加入中国是他们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。过去200多年的流浪终于迎来了归宿，相信他们未来的日子会迎来更美好且幸福的生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